你讲这个麒麟这个9030，记不记得在2年前，2023年而已，在 Nancy Pelosi 来台湾的2022年隔年，他们商务部长到了大陆去做了一件事，他要求带着那个使命说，要求中国不能再发展科技，你太快了，影响到我们国安。结果才一去，人家送他一个 Pro Max 多少60，他当场吓到，带回美国拆开，技术哪来的？开始用这个来封锁中国。为什么他还能拿到这些东西？有没有？去年 Mate 70，这个它配上 Mate 80，所以你告诉我有没有？我认为就是 yes 了啦。不但突破，而且突破到你会吓到。大陆的科技龙头，也就是华为啊，最近接连向外界展示了一连串的黑科技，让业界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啊。那有哪些黑科技呢？像是最新的手机 Mate 80系列，他们采取的就是麒麟9030的处理器。另外，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呢，也传闻这个处理器就是它的制程等同于3奈米的制程，但是呢，考量目前大陆在光科技技术上受到了限制所以一般外界也推估说，大概可能是指向是中芯第2代用7奈米制程所做出来的最新晶片。而除了硬体之外呢，在软体方面呢，华为呢也在11月21号正式发表了 AI 容器软体，叫 Flex AI。AI 容器软体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装着 AI 应用的智慧盒子可以方便快速部署这个 AI 的算力。而目前呢，业界在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大概只有30%到40%。Flex AI 呢，号称是可以透过算力切分的技术，把单张 GPU 算力卡精准切分，那么把这个呢实现单卡同时就一张卡就可以同时承载多个 AI 的工作，让算力的资源平均利用率再提升30%所以算是大幅的提升。那现在软硬体都有新的技术的展现跟突破，其实要表达的是不是就是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之前就像大家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呢，你是封不住的。好，那现在聂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麒麟9030的处理器真的，现在外界都觉得怎么做出来的因为号称是用3奈米的这个制程，但是到底突破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很多东西中国所做的东西太神秘，你要我马上讲得很深，还真的非常难。即便我们被很多人认定我们在大陆的研究蛮多，不管从经济、从科技角度我们先讲一下，中国为了要推它的这个晶片用了多少心力？你想想看，2001年当时台湾的张如京有没有带着台湾的团队到了浦东去做了中芯半导体？对。也号称要打造国际晶片，打了20多年。请问这个2000到现在25年了，做了什么？还是不到成功。但是它有水位的提升。那中国它的整个变脸，是因为它这个后来赚足了全世界的外贸财嘛。外存从1兆、2兆、3兆、4兆，大家知道2006年1兆，2009年2兆，2011年3兆，2014年4兆有钱能使鬼推磨。它开始扎了所谓的2014开始新上来的红色供应链2003到2014中的工业4.0。最重要，他们已经把眼睛开始雪亮去做科技的基金的研发的技术，单晶一期计划2014年，单晶一期计划2期计划2019年，3期计划23、24年。各位去看一下，他们有些没达标，因为没达标，一些高层就被下马，因为贪污官吏还是在里面。可他们真正上层，真正亦步亦趋的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神秘就很可怕。你要知道，美国在矽谷的科技，它已经很多创新事业已经到了一定水位，可它成长还是有比较慢。中国是突然在往上的，就跟它在2002年到2014年的经济成长一样。你知道这个很可怕，到所有的科技都突然出现。我先讲一下，他们的经济有所谓的5规划，大家都知道，以前叫5计划，从11.5到5规划，现在15规划。第二个，他们所有的科技，它更严峻的去规划未来。最重要一个文本就是《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它有10大领域的未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未来资讯科技 AI、5G， 它叫新一代讯息。我要讲的，它只讲2个话，叫做工业化、资讯化。那你讲说它到底有没有未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它已经传出好多次要3奈米下，但是都太难做到，一次又一次。我就举例这个麒麟好了，你讲这个麒麟这个9030，其实你记不记得在2年前，2023年而已，在 Nancy Pelosi 来台湾的2022年隔年，他们商务部长到了大陆去做了一件事，他要求带着那个使命说，要求中国不能再发展科技，你太快了，影响到我们国安。结果才一去，人家送他一个 Pro Max 多少60。他当场吓到，带回美国拆开，技术哪来的？开始用这个来封锁中国。为什么他还能拿到这些东西？有没有？去年 Mate 70，这个它配上 Mate 80，所以你告诉我有没有？我认为就是 yes 了啦。
它3年晋升要快，很快了啦。就不断在突破，不但突破，而且突破到你会吓到。但是这个奈米智能的确是太可怕，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台积电是在1987年啊，张忠谋来的时候1988，我那时候是2年后才跟人家搞入台湾基础电路，但也好几10年才有今天。而且我们最主要台湾在扎半导体是在1980年代所种的重基，不是它在2014才开始。我们是有那么长的血缘历史，也有这么完整的产业供应链。整个园区的布局，多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博士？那我们是那个年代读书，我同学学什么都读 computer science 都回来了。对，当然我以前是工学院的啦，我是土木工的工，我在热血搞 AI 是传统的 AI。我必须说明，中国的这些东西会不断的突破提升，让你吓到。还有我讲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它的供应链结合也会帮你吓到，比如它的软体结合，包括它那个鸿蒙的操作，它跟那个鸿蒙的星河互联，去把它的所谓的鸿蒙的应用智能会做到。非常，我们讲说未来的算力还要很厉害，要高效、高速嘛，对不对？它的高速会越来越快，而且它的功耗呢会越来越小。对，我觉得它的厉害的地方还不是光它在突破这个地方，还是它其他产业供应链以及在所有在用电啊、功耗的地方的所有地方的加持。因此呢，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我们真的是要拭目以待，它还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您提到软体哈，其实华为最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 AI 容器软体啊 ，Flex AI 啊，它能够把算力的利用率再提升30%，等于是在提升算力翻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当然，这个云端算力呢，现在是对标，就是辉达他们直接推出的是 Run AI， 现在呢，华为有 Flex AI 哈，那就是相互来 PK 一下。当然，这个 Flex AI 呢，希望能够努力的去追赶，甚至超越辉达。所以讲到了这个美中在云端算力的竞争上面，看起来其实不只是企业自己在不断努力去突破，不断努力去提升。还有整体国家的力量在支撑啊，中美都是如此嘛？对，因为事实上，这个现在在 AI 上面有2块，一个是硬体这一块啊，对，就是所谓的晶片，AI 晶片，那这个是算力啊，代表的算力。那当然，现在麒麟这个升腾9030，它的算力不断在提升，可是跟美国的这个 NVIDIA 的算力啊，还是有一段距离。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双方差距的就是算法的问题，也就是这些哈，不管是这种哈所谓的计算训练哈，或者是推理的软体，像 DeepSeek， 它当时一推出来以后，我记得当时的这个 NVIDIA 的股价跌掉了3000万以上啊，3000亿以上，多当场市值，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用它的算法。它不需要极大的算力，那成本就低了很多。就是算力它另辟蹊径。对，那现在这个 AI 容体软体也是跟那个 DeepSeek 一样，它是算法上做了改变，而且呢，它的包容力比较强。它等于说你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本来就是说你有算力，可是你在算法释出的时候，你就需要像这个 Flex AI 这样子的晶片这样子的软体。那这个软体现在就是说。NVIDIA 它的这个它的相关的这个容器软体AI 容器软体，它只能跟这个 NVIDIA 自己的晶片相容。可是呢，华为推出来这个新的 AI 容器软体它可以把辉达、升腾还有其他第三方的软体把它做一个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高效利用，也就是3种不同厂牌的软体，它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它可以把有效屏蔽各种不同算力这个晶片算力之间的差距。那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运用屏蔽的能力会使目前的各厂牌的这个所谓的晶片AI 晶片，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效能能够提升30%，也就是目前的来讲的话，你今天你的 AI 晶片大概透过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容器软体也这个差不多发挥它的整体的算力的30%。对，那现在这个华为的这个 AI 软体容器软体Flex AI， 它可以再把过去的利用率再提升1倍，就可以达到60%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只是升腾软体的话，它跟这个NVIDIA 这个所谓的辉达的软体之间有50%中间的算力的差距。对。可是今天如果说升腾软体再加其他第三方软体加起来以后，
运用这个 AI 容器软体哈，这个华为软体，它的算力就提升了1倍，水平就是追上来了。所以本来差50%，它提升30%再提上来就追上来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是另辟蹊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不管这个好华为这些大厂，它不但在晶片的算力上在下功夫。在相关的软体上，哈，它的算法上也在下功夫。对，就是把软硬体之间的这个差距啊，跟美方这边呢拉到最近。就是刚刚讲说，透过软体的这个设计呢，让统筹跟分配算力，让它变成是算力极大化的一个效率。所以现在美方当然很担心的是科技力呢。被中国大陆追上啊，所以呢，现在在美方这边呢，看到彭博啊，11月22号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针对是否允许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 AI 晶片展开这个初步的讨论。美国商务部也正在审查要不要变更禁止政策，但是强调说这个计划呢还是有可能会变来变去哈，还是有一些调整。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前就一直在游说川普政府，希望能够暂时暂缓这个限制措施。辉达也表示呢，现在的措施让公司被迫退出全球的最大半导体市场中国大陆。如果 H200能够获准出口，就会是向大幅松绑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大陆的 AI 所设下的贸易限制。好，简单来讲，我要问的是 H200有可能解禁吗？它要考虑解禁的考量会有哪些？其实H200就像刚刚这个谢老师所讲的哦，其实是高阶算力哦，算力的高阶，然后呢也是最新最强的一代哦，然后它是这个全球呢这个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呢所必须要的。是。那现在中国因为被管制是没有嘛哈，所以呢，我想 H200呢是美国掌握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业界的讲一句话，就是说 AI 呢是这个H200呢是 AI 时代的一个基础哦，这个建设的一个晶片啊，我们知道基础建设最重要，没有这个算晶片，那就谈不上什么基础建设，就谈不到以后的工程跟建设哈。所以人家说谁掌握了 H200呢，谁就掌握了 AI 能力哦。那刚刚这个何龙你所提到的，刚好是就美国有意要去解禁这个 H200哦，那我倒觉得他现在要解禁，那可能有几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哦，就是说最后的决策的细节，不是川普或是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因为他有一个，既然 AI 或是科技是现在美国的要去遏制中国的重中之重，所以他必须要有最终的决策细节，还有附带的条件，还有国会的回应哦。别忘记了国会其实有时候会撤走这一段，是因为既然是谁掌握了这个 H200，谁掌握了 AI 嘛，所以这个部分恐怕也是在国会是非常一个会交战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此外呢，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技术的产品呢，会一个解禁的行动。如果光只有 H200，那这样可能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以后就是一个解禁的一连串不尽然哦。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否能够代表它的要不要大幅解禁呢？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呢，可能还去观察的哈。那第一个这个只是讲，但是官方呢还没有要承诺解禁哦。那他只是说所有方有可能都会变动，还会变动。对啊，有可能变动。变动就是代表变数，所以我想说，我们也不用期待说一定判定会不会哈，而且呢，再加上它是不是针对性的解禁呢，而不是全面性的解除管制？那第三个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它要考虑的一个，尤其在 AI 它关键所在是国安、国家安全，还有技术领先跟供应链控制这三件事情如果一起考虑的话，我觉得 H200其实是很大的变数，因为要考虑国家安全要考虑技术领先考虑供应链的控制，所以我们从这上面去看的话，恐怕这一条解禁之路是非常的漫长，而且是不定数性很高的。而且说这个美国想卖中国大陆，就算最后达成协议要卖 H200，绝对不可能是卖最新的，就是比照美规的这个最新的，一定是降规版的哈。可是就算要卖，那也得看中国大陆到时候让不让进。辉达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最近他出现在美国城堡证券参与2025年全球市场未来展望人工智慧与下一个成长前沿的这场盛会进行做对谈。那么他特别谈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呢，他就语出惊人说他说美国出口管制让辉达100%退出了中国。那曾经在辉达这边呢，是在中国大陆有市占95%的业务恐怕未来
都要归零啊！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原先95%，现在一夕之间有可能会归零，怎么办呢？那因为针对美国对中的 AI 政策呢，黄仁勋就因此呼吁啊，说要退后一步，回归第一原理，并且也指出了 AI 竞赛的关键是赢得开发者。而中国大陆呢，拥有全球大约50%的 AI 研究人员，还有包括顶尖大学浓厚创新的氛围啊。这个7月份呢，黄仁勋在北京也曾经告诉过媒体记者，他说技术领先需要庞大的市场。他还特别讲了一句话，针对华为的，他说任何低估华为和中国制造能力的人都非常天真。所以黄仁勋是不是意有所指？美中之间其实应该走的是竞合，而不是竞争，是这样子吗 ？Russ 怎么看？黄仁勋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他一直说，美国不要管那么多了，不要限制那么多了。他说至少中国会 catch up。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熟悉科技业，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个能力，就是追上只是迟早的事情。世界跟钱的问题，但是或许不管他们投资多少钱，有多少人力，那或许会未来几十年还是会慢一步，不管是美国或台湾，但是都会迟早都会 catch up。那黄仁勋也是很积极，就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些管制是没有意义，而且他也很坦白说了，他觉得他 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 customers 客户不是军方，所以人家说，你的晶片是中方会拿来用在军事设备、武器等等，那他一直否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不管美国或批评者、媒体、学者说什么，国会议员等等，他还是会继续保持这个立场，说，我的 customers 我都是私人企业，不是政府，不是军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黄仁勋啊，认为说他其实是蛮适合当外交官的哈，可是他现在面对是两个非常强的，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他夹在两个人中间之间，你觉得他那个角色要怎么拿捏？Be everybody's friend， 对不对？很明显 ，Be everybody's friend。他的 approach， 他的 style 就是还是跟大家都保持朋友。所以今年我已经忘了他有几次去白宫跟川普见面，而且有公布什么美国大型投资案，NVIDIA 都有加入一些 data center 等等啊。那另外，川普去中东的时候，去沙烏地阿拉伯，黄仁勋也有参加。对。最近川普总统的9月份去英国的时候，黄仁勋一样有参加了，也宣布在英国打投资案子，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啊，他跟川普总统的这个 cooperation 这个配合度是非常到目前为止非常顺畅了，而且很明显，川普希望他，这个很重要。如果川普觉得我跟这个人合不来，那川普总统就不会那么多次邀请他来白宫，但是很明显，川普认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们也不排除，也许 APEC 他有可能会跟着川普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不会意外啊。好，因为我们讲到的黄仁勋，其实大家就会想到他先前的那个被他被他取代了，就是马斯克哈。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黄仁勋似乎有刻意保持跟川普之间的距离，你觉得为什么？我不会做这个类比了，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Musk 觉得我要虽然我是X 平台，我是 Tesla、SpaceX 董事长，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了帮忙我的好朋友川普，那我就愿意几乎是 full time 全职来加入这个 DOGE 这个 Doge， 对不对？所以从1月底到5月初。他几乎都是 full time 全职，都是在白宫做这个政府的改革。那黄仁勋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黄仁勋我们都知道，他忙着飞来飞去中国，飞来台湾，参加论坛，接受媒体访问。另外还要去新公司了，跟川普去中东、英国等等。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从来没有 full time 跟川普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类比是我不认同了。OK， 其实每个人的考量是不同的哈，因为这个当然黄仁勋跟马斯克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黄仁勋来说，要追求企业获利，
追求增加营收是它的主要目标。辉达在中国大陆的营收虽然说已经连续3年下滑了，但是到2024年年底大家算了一下中国与香港合并的收入仍然达到了171亿美元，年增66%，占全球营收的13.1%。蛮多的哦。好，今年7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辉达曾经申请 H20晶片出口的许可，但是几经波折呢，中方最后是决定不买，后来还衍生出说要不要再卖这个 B30A， 当然也被卡关了啊。那中方的技术团队靠着庞大的工程师正在协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像是适配通义DeepSeek 这些国产模型，要追赶辉达晶片的效能，而且要挖掘现有硬体潜力的性能。另外讲到这边，特别刚刚老师也讲到人才，聂老师也讲到说，其实华为也挖了很多辉达的优秀的工程师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他们领先的 AI 公司，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DeepSeek 还有阿里巴巴、月之暗面这些在训练大语言模型 LM 仍然是重度依赖辉达的 GPU。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大陆国产的 GPU 什么时候会取代辉达，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连黄仁勋都非常的关切在意。黄仁勋也坦白说，他说目前辉达所有的股东都预测，假设中国大陆的业务万一变成0的话，但是他仍然对川普的政策调整抱持希望，希望继续向美国政府解释、提供资讯，争取改变。好，争取改变，川普会接受吗？老师怎么看？毕竟以黄仁勋来说，他还是企业家，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应用。那过去大家觉得可能 DeepSeek 也许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现在中国政府要求他所有的下面的单位要使用 DeepSeek 来去做办公。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或坏处呢？就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训练。那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或者是跟 OpenAI 比起来的话，它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资料可以去训练出自己的一套模型，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大家想说，是不是因为军工的关系，所以黄仁勋不能卖东西到中国？那其实我觉得，以军工除了军工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智慧制造。因为你看他来台湾很多次的发表会，他就是在一开始是秀DigiTwin 数位孪生嘛，那再是造那个智慧工厂。那到现在上一次来是秀他的机器人，就那个 Jensen Thor。对。所以你看它其实是有一套的整个所有未来的我们的愿景，可以用到 AI 或者是用到他们家的产品。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市场。虽然说子弹炮弹一响黄金万两，可是说真的，你在和平时代靠这个赚钱其实是比较务实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大陆自己做出他自己的一套系统或 AI 的话，也许没有 NVIDIA 那么强。可是问题是我就可以去慢慢取代黄仁勋的 NVIDIA。那还有一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去突破，靠什么突破？很大一部分他们是用很多的记忆体跟很多的硬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硬碟跟记忆体的股票会大涨。其实最近已经看到 HBM 的相关的股价还包括整个这个市场非常的畅旺好，10月初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DeepSeek 它发布了 DeepSeek V3.2。这个 EXP 的模型随后也看到了包括寒武纪还有华为、升腾这些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纷纷宣布适配，华为甚至还公布升腾910系列晶片的量产计划，在2026年的第一季呢就要推出升腾950P2，那么采用华为自己研发的 HBM到2028年的第4季的季度的这个时候呢会推出升腾970。好，那么现在就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 AI。它不只是一个单点聂老师，我们看到是它着重在整个生态系当然它也可以看到说供应链是一条非常广跟长的一个条链，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怎么看？我刚刚有讲，它整个中国的供应这个生态供应链已经非常的不能说这么的完整，但是这基本上面面俱到了。那你不管在哪一个这技术研发，从最早从这个安徽3纵3横这个安徽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到甚至深圳的各个科技的这个发展，你要知道你看你从软体这个生成 AI 这个 DeepSeek， 你到这国产晶片，你不管寒武纪华为、升腾，我跟你讲这是非常特别的。中国想做什么东西呢？它就有可能会比一个它原来已经有的东西出现之后会追上你。美中两强的争霸，未来主战场仍然就会是在科技这一块。不过呢，现在不只是科技里面的晶片，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 AI 晶片
华为先前喊出了，他们说在3年内希望要追上晶片的巨头辉达。不过呢，最近这个国外研究机构TechInsight 他们最新的一个拆解报告出炉，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他说，他们拆解了华为升腾910C，我记得看到的报道是如此说华为顶级 AI 晶片的核心组件，目前仍然高度的依赖台积电、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的技术跟制造。那这个报告呢，似乎也是想透过这个报道呢，浇华为一盆冷水这个报告当然显示是说，华为在核心组件上面确实存在着短板，而且也暗示了华为在架构设计上的自主性可能还有一段路。好，当然华为呢，当然知道短板是存在的，所以他们才喊出3年追赶那所以这个3年是代表说他们预留一个战略的替代期嘛？这3年好好的想办法猛追上。那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陆老师，您觉得华为说在3年内他们希望能够追上 NVIDIA， 就是辉达他们必须先克服哪些难题？对华为来讲，这的确是它的一个战略性目标，而且3年追上是相当具有挑战性。但是9月18号，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也是他的轮值董事长徐志金，就在他的全年接大会里2025里面，他大肆宣传他的这个计划。那他主要是有2个策略，一个就是超节点它的 Super Pod 来设计新一代的 AI 晶片。第二个，他用重级的方式，重级就是不断我一个晶片打不赢你，我用两个打不赢你，我用4个，这样一直的加，所以它可以加到15480个升腾系列的 AI 晶片来共同努力，作为它 AI 算力的基础。因为 AI 算力基础就在这个晶片。那晶片以它目前，它的确是落后辉达只有说它可以做到辉达 NVIDIA H20的部分，它是可以做到，这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办法赶上辉达的这个最先进的 H200、H100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晶片。那它最主要这次的论点是这样子，他觉得说，为什么以前微软有 Microsoft 它可以整个 Windows 系统统治了这个电脑，那 Apple 呢用 iOS 统治了整个的手机。他说，重点是在于这个生态系。他说，我们 AI 要建立一个生态系。那辉达利用它的 CUDA、Blackwell， 它现在建立它的生态系，所以我们怎么打不赢它。那这样子，我这个华为，我就把我的开源放出来，我邀请所有的前后链的供应链一起来加入我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共同来打这个3年之战，让所有有志于想要跟辉达拼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战场，来共同跟辉达打一场战。我想他的一个策略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单纯从晶片。如果单纯从晶片，它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出像台积电、三星目前这个晶片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这是它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 ，HBM 超高频的这个记忆体，它到目前也是没有办法做。以中国大陆现有的长芯存储也没有办法做出这个 HBM 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高量的一个记忆体，这都是他需要面对。但是他说我做不到没关系，我就把很多的堆叠起来。他说我可以用一个堆叠，第二个我用网路，我的网路比你强大因为这个讯息还是要透过网路来传输，我用建立更高效的网路来赢你。第三，我还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政策支持，所以他用这3个想要跟辉达打一场3年之战。所以这也是我想继续问一下吴老师，就是说，华为喊出说3年内他们想要急起直追辉达当然这个是凸显出了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说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追得上。可是除了时间以外，因为现在美国联合了其他它可以影响的势力范围，去想办法在技术上要卡住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特别是晶片发展。所以技术上要先克服哪些难题呢？您觉得？补充那个刚刚陆老师讲了，9月18号徐志军讲这个华为的权力界大会，他讲得非常长，我也看了，那个资讯量非常非常大。但我们除了关注他说了什么那些战略目标之外，还要看他没有说什么。其实没有说什么，就是你刚刚问的非常棒的问题。他到底要靠什么技术路径？他定的是目标嘛？那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种不同技术路径。这个部分他其实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当然也没有必要全部都告诉我们。那我们比较关切就是说，你要能够
制造出晶片，你能够设计啊，你能够写软体，能够怎么样设计完，你一定要最后能制造出来。那在你这个背板上面，其实有提到几个重要，他自己现在支援的那些晶圆厂，就真正要把晶片制造出来的，这个晶圆厂很重要。这个晶圆厂不但要制造出这个所谓的晶片啊 ，GPU 或者 AI 晶片，或者你叫 processor whatever，你不管怎么叫它，你要把这个晶片制造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你说长青存储的 HBM， 不管是2.1啊，或者是3，一直在迭代嘛，它在未来3年能不能做出来？因为要做出这个所谓的 AI 这么大一个 AI 的 data center， 或者我们把它叫 AI 工厂啊，里面除了要有晶片，包括 GPU 跟 CPU 之外，也要有高频存储的这个晶片，这2个都是晶片，一要能够制造出来。徐志军这个部分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已经掌握了，有把握了。另外一个呢，每一个这么大的 data center 中间有很多的机柜，有很多的这个刚刚讲重集啊，聚集起来之间要联系，这个联系这一点那个华为蛮厉害，因为它用电跟光，就我们现在叫细光子或者细光的这种原理啊，能够在中间的传输这个速度跟频宽加得非常快，速度变得非常快，用的不是光电，还要用上光。那这个部分华为其实绝对不比 NVIDIA 差，所以它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跟你单独只比这一个晶片 processor， 也不是只管这个 memory 的晶片，还包括这个重集聚集到以后中间的联系，这是 communication 或者 interconnection， 这个很厉害啊。所以他把这些部分都能够有把握，他才敢讲3年之后我可以追上你。但他没有讲是我更关心到底是哪些晶圆厂能帮他做呢？那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已经有 DUV 呢 ？DUV 调制到什么程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这个伪做的技术？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等一下特别要请教您 EUV 的问题啊，包括 DUV 跟 EUV 哈。那可是讲到晶片的部分，其实有一个现象哈，现在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美国现在很头痛的是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晶片啊，他们的市占率现在越来越大，而且呢，最新的研究显示呢，66%的美国产品都在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晶片。这些晶片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成熟晶片，所以呢，中经院的分析师跟预估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的晶片制造，渴望在2年内就会取代台湾，成为全球第一的市占率哈。成熟晶片虽然说技术门槛不高，可是呢，像是工业上的啊，这汽车、家电啊这些非敏感领域哈，都用到这些成熟晶片啊，制成这些晶片。那中国大陆如果万一掌控了主导权跟话语权，垄断了全球在成熟晶片的供应链的话，那么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晶片制裁会不会反过来被钳制住？所以我们先请周老师带我们看哈，成熟晶片在这个中美竞争下，它的重要战略价值是什么？好，这个因为讲到晶片，这个邬老师也是专家。我刚才这个节目之前，我跟他请教了一下哈。这 CSS 的定义把成熟晶片定义成22奈米以上。那邬老师说，美国去设定的一个这个底线是14奈米嘛，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就是基本上14奈米，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这个晶片厂没办法制造14奈米以下。好，那不管如何，它是一个，就是说已经算是，就是说虽然就算你定的那个奈米的尺寸不同哈，但基本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在这个手机啊，在这个汽车啊，或是说像这个互联网，就叫 Internet of Things 啦，就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要用成熟晶片，所以绝大多数我们的生活所需的这些晶片是来自成熟晶片，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它会比这些先进制程的影响力还要大？因为它的面向非常广泛。对，第二个，现在讲到就是说，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完全高度依赖？刚才这个何荣兄提到了66%，事实上。这个数字我看是可以有的讨论的啊，未必真的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制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产能到底有多大，其实专家是没有共识的啊。那这样当然前2年是说中国大陆大概占全球28%了，我认为这个比例一定很高，而且呢一定是不断还会增加，因为中国大陆它盖工厂速度也很快，所以它的成熟制程的产能不断扩大，这是事实。问题是。大到多大，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对西方国家市场影响多大，这就是一个问号。比如像说很多工厂盖出来，但是它到底能够生产多少片，它的良率如何，这个每一家工厂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本身能不能有一个精准的估算？你现在盖出来的时候，它是设定是说它能够产多少，可是因为这家新的工厂的产能，其他家的工厂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它真的是不是能够产那么多，以及产出来的良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中国大陆的晶片产能是多大程度满足了它国内的需求，然后以至于它可以外溢到全球，还是说它国内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有的认为说它已经在全球扩散了，就是说全球很多国家都是依赖中国大陆的这个成熟制程、成熟晶片来作为它主要的生产需要。对，但是也有的估计认为它只满足了它国内的不到20%，所以这个估算又千差万别。那因为它本身国内的这个电子产业或其他各方面产能也都很大，也都需要晶片。不过这个是凸显出刚刚吴老师也点到了，就是依赖的问题啊，就是当你这个比例越高的时候呢，未来被它钳制住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说，未来就变成是美中2个大的这个架构，就是说2大就分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个是美国制或者美国盟友制的，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苏老师讲那个最近研究，你说66%，也许应该稍微再研究。这个数字是指说送到美国境内的那些电子产品，可能洗衣机啊、微波炉啊，其实通通算进去，里面的成熟制成晶片有66%在中国大陆制造，是指这个意思。因为晶片是一个中间产品，它不是个 final 的 product， 所以说呢是放到很多别的产品里面的晶片。对。那中国大陆这个，所以你回到你刚刚讲外溢啊。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制造全世界各种的 devices， 它放在里面的晶片，它当然会外溢到外面去，是透过这个途径，而不是直接它出口卖到别的国家，你再做这个产品。所以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分析这个数字呢？是吴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成熟晶片哈，现在高阶制造这一块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被认为说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他们不断研发，因为他们现在这个DUV 啊，跟 EUV， 特别是 EUV 被卡嘛，哎呀，所以呢，有一家公司叫宇亮生科技啊，是成立在2022年，在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科技公司，他们最近推出了新款的 DUV 曝光机。那一传出来之后呢，这个虽然说好，它还没有说办法做到 EUV 啦，但是已经被认定说可以支撑到5奈米的制程哈。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哈，就是说晶片自主化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振奋的一个消息哈。是。那这时候也看到德国蔡司跳出来，他们就说呢 ，DUV 比 EUV 还重要啊。蔡司还说呢，美国的错误制裁让中国大陆成为市场的赢家啊。所以现在在 DUV 的研发突破上面哈，这个您怎么看？就是因为 DUV 是比较，所以 EUV 是更高阶的。目前在 EUV 的研发上，您的了解哈，中国大陆的未来要突破的点是什么？华为在深圳的新凯莱在发展 EUV， 然后华为支持在上海跟上海国资成立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对宇亮生，他在发展 DUV， 而在今年年初这个 DUV 的原型机已经做出来，送到上海的中芯国际啊去做调试，这个调试可能要，我想至少要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年了嘛，所以我想可能至少要1年才能做到你刚刚讲说不定努力一下可以做到5奈米，经过各种 double patterning 的方式，就重复曝光的方式。那如果真的能够运作顺利，可以量产这个机器本身，那就能满足中国现在大概有50座晶圆厂都在盖厂，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去用同样的技术去往7奈米、5奈米，就刚周老师讲所谓的先进制程晶片这个领域去冲，那这个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也能够像刚刚讲的满足中国国内自己的需求，因为光华为的手机就需要非常多的7奈米、5奈米甚至更小、更微缩的晶片，就要从这个角度讲。好，这是讯息本身。那回到刚刚讲蔡司说 DUV 比 EUV 重要，蔡司那篇文章我当然早就看了，它是按照全世界的市场来讲。所以如果你美国当初只想控制 EUV 不卖给中国，好，这好像错了，你应该连 DUV 也要一直限制，因为 DUV 所产生出来的晶片的总数，虽然它是成轴制程，好像没有那么 critical， 可是它的总数量比较大。结果你把这一片市场，因为你没有限制，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DUV 的总量从 ASML 买去绝对超过1000台，如果加上其他的什么测量机啊、步进机老的、应该超过1500都有了呢。是。那最近去年前年有大量采购，所以量很大，它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把 DUV 的市场，因为有这么多 DUV 的 ASML 的这些曝光机或者叫光刻机，所以它就占据了这个市场。蔡司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OK。但是我想一开始美国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个产业链真的是比较复杂，这整个供应链比较复杂。我觉得拜登那个时代，他的幕僚其实已经做了很缜密的规划，但大概没有办法看到这么远了。确实，那等到这个现象出现，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们马上来看的就是华为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个为期3年的发展愿景啊，这是在华为全连接大会的场合上面看到华为的副董事长，也是现在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他在会中就向大家展示了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升级版这个 SuperPOD 设计啊。那 SuperPOD 整合运算、储存、软体还有基础设施管理，在概念上呢，明显是致敬辉达的资料中心平台。说是致敬，其实呢，无非就是对标啊，就是辉达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华为就想办法赶上。好，这场大会的核心亮点呢，也在于另外一个，就是新亮相的 Unified Bus 这个互联协定。理论上呢，能够把多达15488组的升腾 AI 晶片串联起，变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而华为也宣称呢，这项协定资料传输的速度将比辉达即将推出的 NVLink 144还要快上62倍。华尔街知名的投资机构 Bernstein 他们就分析说呢，虽然大陆业者整体效能现在看起来仍然是落后于辉达跟超微的，但是呢，大陆业者近年来不断的在追逐在寻求突破算力瓶颈的解方。像我们现在提到的华为就宣称呢，他们有能力可以把100万颗晶片从极化，来透过这样的方式追上这个跟辉达之间的技术差距。好，那我先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现在提到说 SuperPOD 这个设计，因为这次看到在华为的大会上面有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这个升级版的 SuperPOD， 它的原理是什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其实之前应该是中国被美国制裁，不能去买比较先进的辉达晶片嘛。那其实在中国这几年来一直不断的想要去突破美国的封锁，以前是讲的小院高墙嘛。那一直不断的去试。那我们其实也尝试着去看中国的几间公司它的专利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到，它其实不只是在 AI 的晶片跟 AI 的设计上，它连在制程的设备都有在不断的去做自己的东西出来。那包含之前讲的新凯来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些公司它都是跟辉达都是跟华为有关系的。因为你不可能凭空生出一个半导体晶片，或凭空生出一个什么新的技术。那主要还是要靠怎么样去做它。那怎么样做的状况下，就是要去设备。那今天这个技术呢，它其实因为刚有提到，它被美国制裁，它不能买比较应该说先进的设备，然后来去做我的先进的半导体晶片，所以我就得用某种程度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来达到我现在所需要的算力。那比如说我从住平层，然后再做到变成住高楼，那让我的资讯的串联速度能够变得很快，达到现在那个辉达它的需求，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然后，请说，没事，请说。对，那刚刚我们提到说，现在华为也宣称说他们可以用100万颗晶片，然后用从极化这个技术，然后呢达到的效能其实不输给辉达。是，所以这个从极化又是什么呢？从极化就比如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把它全部连在一起，能够让我里面的资讯能够跑得很顺畅，然后能够沟通得很快。但是这个从极化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今天把它叠高的时候，它的散热怎么办？那我的资料传输的时候，如果假设这100万颗当中有一颗坏掉，它会不会整个都坏掉？那也会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台湾很引以为傲的 CoWoS。那我就是把很多杂七杂八的系统全部都叠在一颗晶片上。那华为这个其实也是类似 CoWoS 这种感觉啦。那我们讲个比较台湾人可以理解，因为台湾人每个人都对半导体算是非常的了解啊。好，那如果这个万一一个坏了怎么办？那万一叠坏了，万一粘坏了怎么办？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它的关键在于未来的散热技术。其中有一个是非常关键，就是散热。对，不只是散热，那再来是怎么样它连得比较快，怎么样把它粘得好。对 ，OK， 都是可能未来需要观察的一个方向。好，其实提到了华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华为从2020年那时候失去了台积电代工合作的机会之后呢，已经有好几次都没有发布新闻稿。然后呢，就直接告诉大家，他们出价这个就是说上架新的产品那9月18号，刚刚我们提到的华为全连接大会呢，这次呢更是看到规模比照辉达的新品发表会，也大肆的宣传。
而且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位徐直军，他也详细的向外界来介绍华为的公司最新技术，而且呢，很高调的发布了未来整个华为的大战略跟大蓝图。好，那所以大使怎么看？因为当华为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美方也在看，美方当成观众来说，当然他不可能只是当吃瓜的观众哈，他们也看。那包括像是听简报的美国的商务部啦、国务院啦，甚至是白宫，川普也许真的没时间看他，但是他会底下的这些幕僚会看。美方看到之后，您觉得他们会有相关的什么反应或动作吗？就继续堵那个好像一面墙啊都在漏水，继续堵。哎，好像就是他继续那个漏水地方把你堵起来，基本上就是要你死，就是这样，哎，就是华为要你死掉。那问题就变成华为也很带种，他跟美国对打的时候，他通常都说：“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告诉你我怎么做，我东西出来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就高调宣布，老子又突破一点了。”他就这样子玩啊！你美国对华为今天制裁10年前就开始啊，华为当初那个手机，我当年在那个海外看到华为手机的时候，华为那个整个的它的那个趋势是怎么样？要把苹果都要干掉的。那个手机在那个起码我在纽西兰看到，哇，那个旗舰店那种开法，那个广告之做法，你已经感到说那个 Apple 的时代结束了。那当时就是美国人就开始把华为就是把你往死里打，连孟晚舟都给你抓起来了。对，所有的实体清单，第一个就是华为，什么都不给你。对，你根本就是被他连他的这个 Android System 他都不给你用，那就要你死啊！那华为就是靠着明着打。那当然就美国商务部来讲，他基本上还是在继续怎么样卡你这个发展的，就是说你致力发展的这个机会嘛。不，前一阵才把这个 HBM 也给它禁掉了，对 ，HBM 也禁掉了。然后呢？这一部分我觉得还会基本上还会对它的周边的公司啊，比如说啦，今天华为做光刻机的好几个公司，我听说有3个公司啊，它在列入实体清单，它去查你，不准卖嘛，它不准你卖啊，你所有的这个技术、你的设备就技术把你卡掉，所以美国就是不断的卡你，然后呢把你东西都明着来啊。那现在来讲，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会发觉越来越可能，就是说，在实际上这个长远的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讲，你逼着它做全产业链的发展，对，不但所有的关键这个零组件它自己做，它连设备都得自己做，它本来还不会进军你这个设备，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哎，你现在搞不好做连设备，你像他现在搞这个光刻机。没事就给你公布一下，我又搞了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专利，我这个上海电子微电子又怎么样？我的这个哈工大又有什么？他就不断的在这边突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跟国务院跟白宫基本上现在没有改的方向，就是继续堵它，继续堵。哎，看哪里有漏洞就堵它。大使点到一个重点啊，全产业链的发展是被逼出来的哈，所以不管是硬体也好，软体也好，特别讲到软体哈，这个 Android 不给了以后呢，华为自己就做了一个 Harmony OS 哈，鸿蒙的系统哈。那当然这个。接下来在半导体的竞争之后，现在看的就是 AI 的算力啊，尤其人工智能这一块，将来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阿里巴巴呢，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号啊，在24号他们宣布要扩大 AI 云端基础设施的投资，说未来3年呢要投入将会有超过今年2月所设定的3800亿人民币的计划，而且呢要发布最新大语言模型 Owen3 Max。延续年初大陆国产 AI 模型的研发热潮，当然这个消息呢也带动了他们的 ADR 股价呢猛涨了8.4%，到了176.76美元。好，所以说这个看来AI 不但会是中国大陆经济产业成长的引擎也会是 A 股的引擎吗？那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不同？聂老师，你的观察？当然，我们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大家都是全民运动嘛，这两者本来就是很互动的。那 AI，我们大家都知道 AI 是我们的未来，你懂 AI 就有未来，对不对？AI 很清楚嘛，我们从数字来讲，只要你 AI 推动了整个这个产能的这个结构的变化，然后一直往上推动 GDP 一定会成长。然后当然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它实体中呢，当你 AI 的这个实体经济成长之后，当然就会回来让我们的 AI 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资本的支出会更好。而我们现在世界就是需要所有的 AI 的动能，因此呢，这个 image 被所有的在投资股民知道的时候，当然股市就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你说有不同吗？当然它是两个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在 AI 推动之下，都会往前推。我们在经济学有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叫做 economics push， 就经济推动，把这个我们股市也可以推动，房地产也可以推动。现在啊，我觉得全部改了，就叫什么东西？什么 push 呢？就是 AI push。只要 AI 好， GDP 会成长，我们股市也会增长。美中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充满着烟硝味的战场，就是科技领域。大家知道，在美国这边呢，8月底他们宣布撤销了包括三星、SK 海力士还有 Intel 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的豁免许可。台积电南京厂的 VU 授权呢，也将会在12月底正式的终止哈。当然，这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美国口中的例外，现在一个都不行，都没有任何的例外，全部给你切断。以后呢，都得用专案来报告，还要一一的审查。名义上，美国启动的是232条款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全球的半导体认为是有威胁到它的国家安全的，都可以适用这个232。但是当然大家知道，终极目标就是剑指中国大陆啊。CNN 的分析是这样说了，他说这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外科手术，因为之前呢，美国已经从源头打击，封锁先进设备，现在呢就要连这个中低端全产业链都要包括进来，就是要断绝大陆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当然，也有人看法说呢，就是撤销豁免让全部的这个晶片制造商通通都离开中国大陆啊，这样的话呢，就能确保有更多的晶片厂商呢，晶圆厂商能够投资美国，把这个美中的晶片贸易的比例稍微做一个大幅的调整。好，但是问题来了这次出招摆明就是在围堵嘛。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美国向来就是用小院高墙也好，或是不断的围堵可是步步收紧，会不会反而适得其反？这件事情我继续请教文哲老师。我想呢，其实川普现在想尽办法要去遏制中国。那刚一如这个主持人所讲的，不管从三星、从 SK 或是说海力士等等，还有是英特尔，它的一个授权呢，就是从例外到一律。本来是我可以特许，但是现在全部都一律呢，要去切断这个行动那这样想一想呢，虽然短期内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想，你长期的去压抑的话，就像皮球一样嘛，对不对？你一直压抑它，它最后它会弹上来那这个弹就反作用力。所以中国或许因为这样的，它会去做一个反正他一定会去想办法去做突围嘛，去做突围，反而呢让他这个中国有一定的一个反击，或者是说他另外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效在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双面刃那当然啦，其实我刚一直提到说，你一直限制的话，它有一个加压的效应因为中国它一定会怎么样去自主研发。那我想呢，其实中国经济是比较特别的尤其跟美国、台湾、日本不一样因为他们全都是国家补助。国家呢会用一切的力量来做一个资金的遏制如果说你说台湾的话，你也不能像这种大陆一样国营企业它一定大力去投入，台湾美国经济是不可能，因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嘛那加上呢，我觉得如果一直在封锁跟反制的话，那当然透过的趋势呢就会让供应链重新组合。那我想说，如果你美国一直去围堵它，那中国它当然突围之外，它可能会在联合这是我们看阅兵就很清楚了嘛。从趋势来看，你美国西方国家不去，他就找这个俄罗斯、找北韩他们过来那我想从经济面可以看到军事可以看到这个经济面，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美国川普特别考虑的一个双面刃的一个后因。国家老师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常常在这个听到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嘛所以就是画面中您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加速国产替代这件事情上面是倾全国之力怎么说呢？用国产替代的像几个方式，比如说国家的大基金国家大基金3轮已经投入
950亿美元，补贴设备还有材料相关的环节。另外，深圳地方政府更是补贴半导体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0%。而最新的消息是 ，DeepSeek 最新的 AI 模型 V3已经全部使用大陆国产的晶片来训练，引爆了这个 A 股也出现大涨哈，让华尔街也明显感受到中国大陆决心要来用国产替代品。中国另外也这个特别拒绝了 H20哈，那当然这个 H20之后呢，现在看到辉达的因应方案，就是黄仁勋他特别强调说 B30A 啊，希望能够用一个特规版提供给中国大陆的市场，无非还是希望把辉达的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去哈。那现在当然是还在审核当中。那最近也看到呢，川普突然撤销了反中鹰派，就是这个人叫做兰德海登的提名哈，那也被解读说是稍微放宽了对中科技战的一个限制。所以大使怎么看这个我们现在所提到，既然美国你要围堵，我也知道，反正用什么方法呢？你就是想办法就要把我锁起来啊，不让我去这个发展，那我就自己再做一套中国大陆的国产替代这个方案这个战略，大使的看法？我想他正在逐步收效当中嘛。你知道华为本来是电信产品，然后后来做这个终端装置，它不太生产芯片啊，它最多就是自己做晶片设计嘛，对。那可是问题就变成现在就是说，它在芯片设计方面啊，它等于说还有在制造上面啊，它等于正在卯足全力在往前冲。对。那成果很多啊，比如说这个麒麟9000啊，也就是说这个大陆的这个华为自己的手机，这个使用的这个芯片啊，核心处理器啊，基本上都已经自制啊，对，那用的是7奈米，所以在制造上的话，事实上它也带动了就是中芯哈，它用这个哈所谓的深紫外光机。制造出极紫外光器能够制造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成熟制成的晶片啊，那技术上不断的突破。那实体晶片上，我们讲 AI 的部分的话，最近它有2个大突破嘛，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个就是那个升腾910C，它基本上的能效已经超过了 H20了，所以 NVIDIA 事实上的话，不但这个没有办法在大陆大卖，中国大陆政府也配合啊，就说大家不要买升腾 H20。它有不安全、不环保，很多因素。那意思就是说，对啊，还有后门，就大陆已经有了自己的替代品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像主要大概就是升腾910系。另外就是说，现在大陆、美国就是说，你这个在记忆，就是说你在这个 AI 晶片里面很重要的那个记忆体的部分哈，事实上的话，就是像这个三星、海力士这个 HBM， 所谓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记忆体，现在美国也不让大陆买了啊。那华为它也有技术突破，它就是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有关就是说在 AI 晶片哈使用这个哈记忆体的部分啊，它有一个管理的一个机制出来。对，那这个新的管理机制，也就你不必哈不断的从这个所谓的哈高的储存量的这个记忆晶片里面哈。不断的在里面这个哈反复寻求这个记忆晶片里面的资讯，对，它可以比较不那么高度依赖像 HBM 这样储存晶片，那它可以用这个哈记忆晶片的管理的这个新的一个 manager， 它是一个管理师哈的这个晶片啊这个方式哈来解决。没有 HBM 这样子的这种所谓高能效的这个记忆体晶片的这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比如说在应用程式的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像这个DeepSeek 这样子的这个大的这个软体应用方面，语言模型对，语言模型部分它就变成它不是靠高速的这种怎么样这种算力，也就是说它对算力的依赖度比较少。所以这个都是慢慢都在不是从硬体晶片上面去做功夫，而是呢用其他的方法在运算的部分在应用的部分它找出新的路。是，所以是软硬兼施。那也就变成就是说，大陆像中芯半导体它事实上说，人家说你没有这个极紫外光机，你怎么能做出这个7奈米跟7奈米以下
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先进制程晶片。那大陆就说得很清楚了，包括这个任正非也说我们用什么堆叠的技术，对不对？我用封装的技术，我一片，我3片给它封装在一起，我照样可以达成你那个能效。讲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到，因为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这个产业分析论坛，然后听到说，现在的这个910C 虽然它是用7奈米造，但是就是它的效能已经比这个 B30A 就是用4奈米做出来的效能要高哈。当然因为 B30A 它是降规版的哈，可是因为它卖给中国大陆也只能卖降规版的。那如果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自己做出来的用7奈米做的，就效能就比这个降规版的还要好的话，那为什么要去买美国这个降规版的B30A 呢？所以也要看到是说，在晶片这个部分有一个产能扩张的问题哈，就是这张王牌确实是中国大陆手上拥有的一张很棒的王牌，是产能扩张。最新的数据是2026年中国大陆 AI 晶片的年产能呢，现在预估会是现在的3倍，可能会达到上千万颗。像华为升腾 910B 的产量呢，在明年预估会翻倍哈。中芯国际7奈米的产能也会占着半壁江山啊。不过呢，有一份报告就是 Semi Analysis 的报告指出呢，HBM 刚刚大使提到的，就是高频宽记忆体的供应可能会变成一个致命的瓶颈，因为他们的分析报告是说，长兴存储在开发产能产量上面呢是远不足华为现在所需求的量的，所以呢，没有依赖外国 HBM 进口的话，就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恐怕在发展上会让人担心。那韩国三星曾经供应1140万颗 HBM 给中国大陆，但是遭到了美国管制之后，现在中方的囤货预计在2025年，就今年年底会耗尽。没有 HBM 这个 AI 晶片的效能现在担心是会大打折扣啊。陆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因应的替代方案？HBM 这个所谓这个超高宽频的这个记忆体的确是大陆一个在 AI 生成式晶片发展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非常重要。那这个 HBM 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 SK 海力士、三星跟美光是3大厂尤其是海力士跟三星那它在 AI 生成式 AI 里面，它最主要是能够提高它的算率，就是运算的那个能力、算力。所以它的可以发挥很大，因为它记忆体很大，所以记忆体很大的话，你寻找资料可以在记忆体很迅速的找到。那刚刚那个介大使提到，就是说大陆因为有时候他们的确买不到这个 HBM，这个因为之前没有这么严重管制，如果从明年开始管制的话，根本就买不到。我们可以知道，过去这个华为它买不到这个 HBM 的时候，它甚至去找我们台厂卖出的封装的这个产品里面，把它拔掉，从 HBM 把它拿出来做这样使用，这是外媒都有做一个报道过，所以就他们对 HBM 是需求甚孔，非常需要 HBM， 所以如果他想要发展 HBM 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知道长兴存储固然想要发展，但是 SK 海力士它在这里面一路领先了，它今年股价已经涨了64.5% 了，就表示这个它的业绩成长非常大，所以大陆长兴存储想要追赶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 HBM 已经彻底取代了所谓 DDR4 还有快闪记忆体，所以它是一个它是把那个3D 堆叠的技术堆叠起来，所以它的记忆体容量就很大。对，那大陆要发展这一块，的确短时间我们还看不到一个成果，只能像刚刚介大使讲，他寻求其他的方式，像 DeepSeek。那人家 OpenAI 是走云端，那 DeepSeek 是走地端，所以他用这样不同的方式降低它的算力，看能不能来做一个插补，或者刚刚讲的用其他的技术来做一些弥补。但是在 HBM 高宽频的这个超宽频的这个记忆体里面，大陆要追赶，真的目前还是很困难。我现在就是在量的问题上面是必须要克服的。不过值的部分的话，确实看到是在提升。而且能够并驾齐驱的，但接下来呢，中美这个科技战要如何打呢？其实还有得瞧。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
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